那它是怎么建国的呢？它就是透过战争来成立一个国家。他们觉得最大的一个阻碍是什么？是英国人，所以那边的人生活物资很匮乏，不能进不能出，不时的就会遇到一些这个攻击这样子。哈马斯它其实在当地是有蛮大的一个支持程度。大家好，欢迎回到政大国关中心，我是俊。最近大家最有感的议题，无非是以巴冲突了吧？从以色列跟哈马斯突然爆发战争以来，无辜的百姓受害或是惨遭绑架，连象征救援的加萨医院都被轰炸，而双方各执一词，全盘否认自己就是凶手。这样的新闻充斥了媒体各大版面。不过，观众朋友，你们真的了解以巴冲突发生的原因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政大阿语系副教授张景安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以巴冲突会发生的原因，以及爱恨情仇背后的历史脉络。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想要请问一下老师，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建国的？那是如何建国？以色列它是在1948年的时候建国。那其实在它建国之前的1920到1948之间，它是在英国的托管之下，所以是英国来管理它。那我们再往前推个几百年的话，它其实在鄂图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在这几百年之间呢，我们看到当地的犹太人，其实在譬如说1918年，它只有10%的犹太人，然后在1872年大概只有4%的犹太人。可是到它建国之前呢，在1948年突然增长到了33%，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也是很可怜的一个民族啦，他们在欧洲大陆被屠杀、被迫害，所以那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他们就有些人就说我们回到上帝一起之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建立我们的国家，所以才有大规模的这个犹太人慢慢回到以色列这边。那它是怎么建国的呢？它就是透过战争来成立一个国家。大多数人是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获得胜利？大概有3个可以讲的一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强的海外团体，譬如说那个 Jewish National Fund 提供了当地的犹太人很多的经济跟政治上的一个支援。第二个，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实战经验，因为他们在英国托管之下的时候呢，那时候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决定要加入英国的联军对抗这个德国政府，他们也借由战争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实战经验。再来第3个原因就是他们有个很强的情报搜集系统。犹太人到了这个巴勒斯坦之后呢，他们对各个不同的巴勒斯坦村庄进行了很详尽的一个调查，譬如说这个村庄有多少条路啊，有多少个家庭在啊，每个家庭成员有多少人，每个家庭当中又有谁可能是成为将来对抗以色列想要建国的敌人。所以当他们这个战争一开打的时候，他们可以非常迅速的就获得了胜利。另外应该要提到的是，当时他们建国的之前呢，他们觉得最大的一个阻碍是什么？是英国人，因为他们觉得英国人没有全心全意的帮他们建国。所以在1946年呢，第一起的这个恐怖事件发生了，在这个所谓的 David King Hotel 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大的一个国际酒店。那时候是犹太的激进分子发起的，他们就借由这样一个恐怖的一个方式呢，吓走了英国政府，所以后来他们就可以顺利的建国。像现在战争啊，很多媒体都会提到那个加萨走廊。加萨走廊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又被人权组织会称为什么露天地狱？露天监狱，对不对？对，露天监狱。就是因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在这个以色列建国之后呢，大概巴勒斯坦人所占有的地方就2块，一个是所谓的加萨走廊，一个是约旦河西岸。那加萨走廊它的面积大概就236平方公里，然后200多万人居住，里面大概60%以上都是24岁下的年轻人。90年代末就有人称它露天监狱，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占领了这个地区，然后建立了这以色列国家之后呢，他们对这个加萨地区的人民进行了陆海空的封锁，不让他的物资进入。如果里面的人要出来的话，需要去跟这个以色列政府申请许可，只有在医疗人道情况下才可以出来。可是能够顺利获得许可的大概只有55%的人，所以那边的人生活物资很匮乏，不能进不能出，不时的就会遇到一些这个攻击，这样子才会成为露天监狱。被关在对，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可是你又有空气。又没有天花板，可是你就也出不去，对，然后也不能随便进出，对。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到底为什么以色列呢跟巴勒斯坦会互相的仇视？还有以巴冲突的起源到底是什么？现在看到很多媒体，他们都会说以巴的问题就是一个种族问题或是一个宗教问题，可是这样的解读方式有点过于简化。因为我们去看，在这个地区几千年来，所谓的民族种族上的冲突其实并没有发生。在鄂图曼帝国统治下，我们没有听到太多的这个什么阿拉伯人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屠杀阿拉伯人的事件，反而我们看到的是犹太人那时候在欧洲地区，在西班牙被迫害，那都是鄂图曼帝国收纳他们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区来，收纳到他们这个鄂图曼帝国领土之下，所以这样的所谓种族冲突并不成立。
那宗教上来讲，伊斯兰教跟犹太教在鄂图曼帝国统治下都是一个伊斯兰帝国，所以并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伊斯兰帝国统治而去迫害了犹太教徒，也没有犹太教徒去反抗伊斯兰帝国的一个统治的事情出现。那最主要的因素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因为1948年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决定要建国之后，原生居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被驱赶出去，长期以来几十年来没办法有一个自己可以安全的生存空间，所以才一直延续到今天。那目前今天太多的讨论都去脉络化，去掉了这一段建国之后的巴勒斯坦历史，所以才一直说是一个种族或宗教冲突。对，那其实不是。10月7号最一开始是哈马斯会突然突袭以色列，那哈马斯是什么样的组织？它是怎么成立的？哈马斯是它的一个简称，它的全名是 Harakat al-Muqawamah al-Islamiyah， 就是所谓的伊斯兰抵抗运动。那它大概是在1987年底成立，是由一位叫做阿哈迪亚辛的一个人的一个宗教学者成立的。那他原本是穆斯林的分支，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的一部分在巴勒斯坦。那当初成立的背景，当然也是因为长期要去跟这个以色列政府进行对抗、进行讨论。他们的成立虽然它被定义是一个恐怖组织，可是其实我们去看它的中心的思想，大概就是民族解放宗教。哈马斯它其实在当地是有蛮大的一个支持程度的。巴勒斯坦人，我们刚才讲他的物资缺乏，很多时候没有足够的粮食或足够的能源。那哈马斯他们提供了当地百姓的教育啊、医疗啊、其他等等的一些必要物资，所以他们得到的支持度是蛮高的。对。那哈马斯怎么会这么有钱？我们可以说他们有钱，主要还是靠他们其他一些比较有钱的国家的穆斯林，出于对他们的怜悯，给予他们的一些人道支柱，就是援助这样子，捐助。好，他还有想问一下，其他周边的国家是如何看待以色列？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从分水岭来看，我们可以说1948以色列建国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都是不满的。可是到后面一直对抗，打了几次战争之后，阿拉伯都打输。然后到了1978年之后是第一个分水岭，为什么？因为1978年埃及一个之前是最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的国家，突然决定跟以色列签订了一个大卫营协定，一个和平协定。从1978年之后开始，我们就看到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政府的这个政治上开始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的积极，说要反抗他。然后在后面1994年，约旦政府又跟着再签了一个和平协议。川普时期有4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摩洛哥，还有这个苏丹也决定跟以色列回归这个所谓正常化。所以阿拉伯国家目前大致上看起来，他们是不敢直接去跟以色列有正面的一个外交关系。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像以前譬如说70年代、60年代那么积极的一个这个对抗的一个行为出现，就是比较有缓和。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对于这个战争的看法，或是他们是否有化解的可能？我们不能说是以牙战争，现在应该说是以巴之间的问题。那最能够化解的方式就是以色列它需要去遵守这个国际法，然后去提供这个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一个生存权。相信这样的话可以慢慢去缓解它。对，还是要一些时间。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今天谢谢我们张老师的分享。看完这集节目，也欢迎观众朋友来跟我们谈一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会产生冲突的看法。如果想要了解其他议题，也欢迎在下方帮我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通知。我们下期见，拜拜。